我一直生到绝经，却生不出儿子来，为丈夫怀孕9次，生下6个女儿。丈夫骂我肚子不争气，可生不出儿子的无力感谁又能懂？直到我不能生，丈夫才接受这个事实，认命了。从此他也就成了这条街的笑柄。哎呀，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！什么意思啊，哥？啥意思啊？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！邻居的嘲笑让丈夫抬不起头做人。虽然他一心想要儿子，但他从未亏待过这6个闺女。我们2口子省吃俭用将6个女儿养大，这期间不知道遭受多少白眼跟嘲笑。好在大女儿争气，找了个干部军人的老公，有房有车还无公婆，可以说是入赘在我家。从此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大女婿都会帮衬。不久后我将迎来第1个外孙，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大女婿竟主动让外孙随母姓。丈夫的心里既酸涩又欣慰，他自己奋斗一生也没能如愿，却让一个外姓人替他圆梦了。能找到大女婿这样的人，老何家可以说是烧高香了。有了老大做榜样，老二也跟着效仿，嫁给了粮食局里的小干部，为人憨厚老实。结婚当天更是有豪车队伍来迎亲，那排场甚是气派，总算让我在街坊邻里扬眉吐气了一把，没人再敢瞧不起我了。随着女儿一个比一个嫁得好，眼看我跟老伴就要熬出头了，却没想到丈夫在这时意外出车祸身亡，顿时感觉我的天塌了。婆婆让我打起精神支撑起这个家，她告诉我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。婆婆是一位心胸宽广的人，虽然我生了6个女儿，但她从未嫌弃我分毫，一直在默默帮衬我们这个大家庭。很幸运我有一位这么好的婆婆，我总算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。可接下来老三的婚事让我操碎了心，他跟一个穷的家徒四壁的毛头小子处对象，关键是他家有10个兄弟，正常的人家姑娘任谁都要躲着走，我们越是阻拦老三就越逆反，最后弄得未婚先孕回来要结婚。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，这就是你全部的价，拿着走。大姐对这个3妹恨铁不成钢，只给了1床被子就将老三扫地出门了。不久后老三就在几平米的出租屋里生下孩子，我一次也没去探望过。以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经过老三的事后，仿佛有了破窗效应，老4跟老5找的婆家一个比一个差。老4一个堂堂高材生，却执意要嫁给2婚男，而老5却嫁了个游手好闲整天只知道跳舞的男人。我苦口婆心告诫他们，女人嫁人就是第2次投胎，可他们却没一个听我的，都说我老了不懂爱情。现在家里就剩下最小的老6了，为了能安顿好老6，我50多岁就提前找领导办了内退，把自己的工作让给了最娇生惯养的小女儿。可当我下岗后，女儿们却嫌我太唠叨，都不愿意回家来。这时的我才意识到母女缘分到头了。前半生为丈夫女儿们忙碌当保姆，到老了才发现这辈子谁都靠不住。我突然有种想为自己活一次的冲动。我翻出压箱底的祖传酱菜秘方，5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，过去的该这么早放弃自己。过去的50年里，我为丈夫女儿们做酱菜，他们只觉得是日常，但现在我摆摊卖酱菜可以换来钱，换来顾客们的夸奖。我从一个免费的家庭保姆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，但却引起女儿们的不满，本能的觉得我就该在家继续伺候他们。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？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。女儿们总是这么自私，需要我时觉得我欠他们的，不需要我时又说没人要求你这么做。反正我不管他们了。5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，不该被困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，把注意力放在我的事业上后，我突然就能平静地接受他们任何人离开我了。这时的我光顾着开心，万万想不到这张酱菜秘方今后会让女儿们跟我决裂。